listen to what I'm saying to you. Submit it. You're under arrest on suspicion of murder. Listen, you don't have to say anything, but it may harm your defense. 杰克布克劳奇于2020年2月17日出生在英国德比郡一个名叫林顿的宁静小镇。他的母亲33岁的杰玛·巴顿在怀孕期间经历了一段充满波折的生活。2019年中，杰玛刚刚结束了一段与前男友安德鲁·史密斯的关系。这段关系的破裂让她在怀孕4个月时成为了一名单亲妈妈，独自面对未来的挑战。杰玛的家庭背景显示，她曾有过心理健康方面的问题，这使得她在情感上更加脆弱，也更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在怀孕期间，杰玛通过在线交友平台结识了38岁的克雷格·克劳奇，两人的关系发展得异常迅速。克雷格声称自己是 JCB 制造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拥有6位数的薪水，经常与公司高管会面，甚至乘坐公司直升机出行。他还向杰玛承诺了一场盛大的婚礼和一辆新车。这些看似美好的承诺让杰玛迅速对他产生了信任，甚至在杰克布出生前就决定让孩子随克雷格的姓氏克劳奇。然而，杰玛的家人对克雷格的言行持怀疑态度。在2019年圣诞节后的节礼日，克雷格首次与杰玛的家人见面时，他的夸夸其谈让家人感到不安。家人形容他的说辞可笑，认为他在刻意炫耀以博取信任。尽管如此，杰玛似乎完全被克雷格的魅力所吸引，忽略了家人的担忧。克雷格被登记为杰克布的父亲，正式融入了这个家庭，而杰克布的亲生父亲安德鲁·史密斯从未有机会见到自己的孩子。杰克布出生后，杰玛和克雷格搬到了一栋位于林顿的小房子里，开始了他们所谓的幸福家庭生活。然而，这个家庭的表面和谐掩盖了复杂的人际关系和潜在的危机，这为后来的悲剧埋下了伏笔。2020年12月30日清晨，德比郡林顿的一栋住宅内传来了紧急求救电话。克雷格·克劳奇拨打了999报警电话，声称他们发现10个月大的杰克布在婴儿床中毫无反应。报警录音中，克雷格冷静地描述了情况，称杰克布前一晚拒绝进食，夜间曾被检查过多次，最后一次是在凌晨5点，由杰玛确认孩子一切正常。然而，当急救人员赶到现场时，他们立即察觉到情况并不像报警者描述的那样简单。急救人员注意到杰克布的身体已经出现了一些异常迹象，这与克雷格和杰玛的说法不符。基于这些疑点，急救人员迅速联系了德比郡警方，案件从一起普通的突发事件升级为刑事调查。警方在当天便封锁了现场，开始对房屋进行详细搜查，同时将杰克布的遗体送往医院进行尸检。警方在调查初期发现，克雷格和杰玛的陈述存在诸多矛盾。他们声称杰克布在凌晨5点还一切正常，但急救人员的观察表明，孩子可能已经死亡数小时。警方进一步询问了克雷格和杰玛的日常生活习惯、杰克布的健康状况以及他们当晚的活动，但两人的回答显得含糊不清，缺乏一致性。更令人费解的是，警方了解到，在杰克布死亡后的几天内，克雷格和杰玛向大约20至30户邻居发送了一封打印好的信件。这封信以亲爱的邻居为开头，解释了12月30日家中出现急救人员和警方的原因，称他们失去了10个月大的儿子，并请求邻居不要询问细节或发送慰问卡。这封信的内容和发送的时机让许多邻居感到困惑，也引起了警方的注意。一名调查人员后来评论道，无辜的人不会以这样的方式行事。这封信成为了警方怀疑两人试图掩盖真相的重要线索。2021年1月5日，警方根据初步调查结果，取得了对克雷格和杰玛的逮捕令。两人在家中被逮捕，警方随后没收了他们的手机和其他电子设备。这些设备成为了案件调查的关键突破口。在手机中，警方发现了大量关于杰克布日常生活的记录，包括短信、照片和视频。这些证据揭示了克雷格和杰玛在家庭中的互动模式，以及他们对杰克布的态度。此外，警方对房屋进行了彻底搜查，发现了一些令人不安的物品。例如，在克雷格的抽屉中，警方找到了一只装有婴儿物品的小盒子，包括一只沾有血迹的袜子。
这些发现进一步加深了警方对两人行为的怀疑。警方还采访了杰玛的家人和邻居，试图了解更多关于这对夫妇背景和行为的信息。杰玛的家人透露，他们曾多次警告杰玛关于克雷格的可疑行为，但他似乎完全被克雷格的控制所左右。这起案件的调查面临了几个挑战。首先，杰克布的死亡发生在家中，没有目击者能够直接提供证词，警方只能依靠间接证据和法医分析。其次，克雷格和杰玛在接受讯问时始终否认任何不当行为，坚称杰克布的死亡是一场意外。这使得警方必须通过技术手段和证人陈述来拼凑真相。为了进一步确认案件的细节，警方请来了经验丰富的法医病理学家迈克尔·比格斯博士，他对杰克布的遗体进行了详细检查。比格斯博士的报告为案件提供了关键证据，揭示了杰克布死亡前可能经历的复杂情况。此外，警方还与社会服务机构合作，调查是否曾有关于杰克布家庭的投诉或预警信号，但结果显示，这户家庭此前并未引起社会服务部门的关注。经过数周的调查，警方积累了足够的证据，正式指控克雷格·克劳奇和杰玛·巴顿涉嫌与杰克布的死亡有关。2021年1月下旬，案件进入司法程序，准备在德比郡皇家法院进行审判。2021年夏季，杰克布·克劳奇案件在德比郡皇家法院正式开庭审理。审判持续了7周，期间陪审团听到了来自警方、法医、邻居、家人以及其他相关人员的证词。克雷格·克劳奇被控谋杀等罪名，而杰玛·巴顿被控允许儿童死亡罪。主审法官是尊敬的科尔法官，他在案件中以严谨和公正著称。控方由经验丰富的检察官团队领导，他们通过详细的证据链展示了克雷格和杰玛的行为如何导致了悲剧的发生。检察官提交了从两人手机中提取的短信记录，显示他们曾多次讨论如何应对杰克布的行为问题。此外，警方在搜查中发现的物品，如血迹袜子，也被作为证据提交，证明了两人在杰克布生活中的不当行为。法医病理学家迈克尔·比格斯博士的证词是控方陈述的核心。他详细解释了杰克布遗体上的伤痕，指出这些伤痕表明孩子在死亡前经历了长期的痛苦。比格斯博士强调，如果杰克布在最后几天得到及时的医疗救助，他很可能能够存活。这一证词对陪审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让克雷格和杰玛的辩护变得更加困难。控方还传唤了杰玛的家人作为证人。杰玛的父母描述了克雷格如何通过夸大的谎言赢得杰玛的信任，并逐渐孤立他与外界的关系。他们提到，早在2019年节礼日，克雷格的言行就让他们感到不安，但杰玛似乎完全被他控制。控方认为，克雷格的操纵行为不仅影响了杰玛，也间接导致了杰克布的悲惨命运。克雷格和杰玛的辩护团队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克雷格的律师试图将责任推卸给杰玛，声称他作为非亲生父亲，对杰克布的日常照料并不负主要责任。他们还辩称，克雷格的行为是出于对家庭的责任感。然而，这一辩护在控方提供的压倒性证据面前显得苍白无力。杰玛的辩护团队则强调他的心理健康问题和克雷格对他的控制。他们提交了3份精神病学报告，分别由普里博士、谢诺伊博士和肯尼迪博士撰写，证明杰玛患有社交焦虑障碍和抑郁症，可能因此更容易受到克雷格的操纵。辩方还提到，杰玛在被拘留期间被诊断出患有乳腺癌，这使得他的监禁经历更加艰难。辩护律师试图以此减轻他的罪责，主张他并非故意忽视杰克布的处境，而是被克雷格的控制所蒙蔽。经过7周的庭审，陪审团在4天的审议后于2021年8月达成了裁决。克雷格·克劳奇被判谋杀罪名成立。法官科尔宣布，克雷格将面临终身监禁，最短服刑期为28年，扣除他在审前拘留的395天。这意味着克雷格在67岁之前无法申请假释。杰玛·巴顿未被判谋杀罪，而是被判允许儿童死亡罪名成立。他被判处10年监禁，扣除审前拘留的395天后，他将在服刑一半时间约5年后获释。法官在判决中指出，
杰玛作为捷克布的母亲，未能履行保护孩子的职责，尤其是在她明知或应当知道捷克布面临危险的情况下，未能采取任何行动。审判过程中，捷克布的亲生父亲安德鲁·史密斯提供了令人动容的证词。他表示自己从未有机会见到捷克布，只能通过一张照片来缅怀自己的儿子。他在法庭上说道：“我永远无法拥抱他，庆祝他的成就。你们夺走了捷克布，也夺走了我们本该共有的所有回忆。”此外，捷克布的外祖母也在法庭上发表了声明，表达了对孙子短暂生命的悲痛，以及对杰玛未能保护孩子的失望。捷克布克劳奇案件不仅是一起悲剧，也是一个发人深省的社会警钟。这起案件暴露了家庭内部隐藏的危机，以及社会在保护最脆弱群体儿童方面的不足。克雷格·克劳奇通过谎言和操纵迅速赢得了杰玛的信任，并通过控制他的生活建立了一个看似稳定的家庭。然而，这种稳定是建立在虚假和压迫之上的。克雷格的控制行为不仅针对杰玛，还延伸到了无辜的捷克布身上。这提醒我们，家庭中的权力失衡可能导致毁灭性的后果。社会需要更多教育和资源，帮助人们识别和应对控制性行为，尤其是在涉及儿童的家庭中。克雷格的终身监禁和28年的最低服刑期被认为是相对严厉的判决，但杰玛的10年刑期引发了广泛争议。许多人认为，作为母亲，杰玛未能保护自己的孩子，她的刑罚过于宽松。尤其是在她可能在5年后获释的情况下，公众担心她未来可能再次成为母亲，潜在的对其他孩子构成威胁。这种争议反映了社会对儿童保护案件中责任分配的复杂情绪。司法系统需要在惩罚与康复之间找到平衡，同时确保公众的安全。捷克布克劳奇的案件是一场无法挽回的悲剧，但它也提醒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保护身边的儿童。如果你怀疑有孩子可能处于危险之中，请不要犹豫，立即联系当地的儿童保护机构或警方。一通电话可能就是一条生命的救赎。感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如果你觉得这个故事值得被更多人了解，请在评论区留言分享。你的分享可能让更多人意识到儿童保护的重要性。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打开通知铃，获取更多的视频内容。我们下期再见。